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自贡。今天我们去探一家在乡村里面的饭馆，它叫做电子厂饭馆，就在那一边。它这个环境很幽静，门口是一个塘，然后这里周边有很多厂，这里就是一个厂，然后它这里一个电子厂那个餐馆，它就一张布。然后从这里进去，从这里下去，从这里小心。急有点菜嘛？哎，我们是点好的，不是点了菜吗？对。报啥子？手机号码？我们是在线上点了菜了，从这里进去。这个给我的感觉怎么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？老板儿，无邀无请，我们点的菜的。那你坐外面。坐外面嘛？外面最外面的2楼最好。啊。帮我上菜吧。这家店我之前在别的视频上刷到过，然后觉得这里很新奇。这边是宴堂，然后一个楼梯下来，然后走进来点菜。这个点菜的话，你现来了还吃不上，必须在提前1天打电话预定才有的吃。所以我们今天2个人点了3个菜。我刚才到里面转了一圈啊，这是宴堂旁边的一个搭出来的一个棚，然后这下面有几间那个砖瓦房，就是这样很简陋的一个地方。它这个墙里面好像就是个厂，里面就是厂啊。我以为这个电子厂餐馆它是开在电子厂里面的，然后没想到很小，给我的感觉这个环境就是农村的苍蝇馆子。哇，第一道烧牛肠，看起来这个分量不小啊，这分量挺大一盘的。现在我们尝一下这个菜啊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是牛筋。这个是筋的，再尝一块牛皮。我看看这一盘，全都是这个牛筋吗？哦，上面垫了豆芽，我就说，摇壶上，好。豆芽它其实是在汤里面烧了一下，再垫到底下的，它有入味豆芽。大家上菜挺快的，一上2个就一起上。这牛筋看起来呢比较红亮，然后里面有牛皮啊，有牛筋，都有一点，吃起来不是很软，但是我觉得老年人都可以吃得了。它的口感呢又有点糯，就是把握的比较好，吃起来口感不像是烧的，像是高压锅压了。大概在高压锅里面压了个20分钟左右的样子，然后倒出来，再给它调个味道。然后口味的话是泡椒味的，泡椒微麻，然后辣度呢一般，不是很重，泡椒豆瓣家常味的。有啥子活了没有？大家，这个牛掌尝了一下哈，其实就是牛皮带牛筋，就是牛蹄那块上面的东西。它整体的口感比较趴弄，它这个时间算得非常好，食材比较新鲜，上来了之后还是能够吃得到有股萝卜的味道，但是这里面没有看到有萝卜啊，它就是这个牛筋啊，这个是还带皮的，看到没？这里是带皮的，口感刚刚好，然后辣度呢是自贡人的辣度，味道偏重一些。这个牛筋价格的是60块钱一大盘，分量不小，怎么看都得有1斤左右，60块钱还可以。尝一下腰花，我们自贡人的火爆腰花做的是非常好。这个刀工你看，一看就不是用那个刀划出来的，一定是切出来的。再吃一块。这个腰子好鲜呐，太过于鲜了。这个腰子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口味呢也是一个有放了子姜、小米辣、芹菜，加了豆瓣酱，也是油比较重，一锅成菜的，是个很典型的自贡做法，但是味道比较重。这中间有一股调味料，我非常熟悉这个料，然后我觉得是这一个其中一个调味料偏重了一些，盖过了这个腰子本身的一个
本身的一个味道。对，其实这道家常菜可以不用加那个调味料的。那调味料是什么？那个调味料就是一个普通餐厅不太会用的调味料。这个腰子吃完了啊，第一，腰子呢比较新鲜，刀工就是按照正常的自贡的切法，然后做也是正常的做法，但是我感觉它减了辣椒，反而这个的辣度我觉得是减了很多，它跟这个牛筋牛掌比起来差了1倍以上，这个辣度。再一个就是可能这个腰子始终是今天凌晨宰杀的猪啊，这个腰子应该是一直放在冰箱里面了，它有一点点那个腰骚味，对，有一点点的腰骚味还在里面。如果说早上、上午了、中午来吃这道菜，肯定是没毛病的。可能也是因为进过冰箱，这个腰子的口感会稍微差一点，但这个没办法，屠宰场不可能白天屠宰，屠宰场一般都是晚上才屠宰。然后这道菜55块钱的价格跟外面的馆子没有什么区别，要是在有一点点装修的馆子里面，这道菜最少70-80最少。然后第3个菜，这个红烧颠啊，我们小时候这个从来不搞来吃的。红烧颠这个目测来看偏老，你看到没？偏老，我们只差下面一点点。果然是偏老一些。这个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，这个我们就不会用来吃，全部都是剁了来喂猪啊。喂猪，对。然后就是最近这些年吧，一个是红烧颠，还有一个是南瓜叶和南瓜颠，还有什么桑叶，都炒来做炒菜呢。我也是，原来这些东西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还能吃啊。猪油炒的，没有焯水，直接炒。炒的时候加了一点水，然后导致这个看没有点发黑，正常现象。它为什么发黑？就是温度没够。炒这道菜的时候水一加下去，温度就降下来了。它分几种情况，你要么是这个菜和水一起下锅，如果你炒的时候炒着加点水下去，一降温的话，这个菜颜色就会变。蒜蓉炒的，没有放辣椒。一般炒青菜到了我们自贡或者富顺，蔬菜必放干辣椒和花椒。我觉得这个牛掌超出我的预期，还不错。这个腰子呢，调味上面稍微没有那么辣。再就是这个红烧颠都是比较家常的家常菜，但是我搞不懂他为什么开到这个位置哈。但是他说他开了20多年了，都可能是原来电子厂里面的厨师啊出来开的之类的。那我觉得你看他这个环境、装修、桌椅板凳是吧？这个都是瓷砖来的，它这个是瓷砖。这里应该也有10多20年了吧？这个10多20年啊，现在没有这种风格，只有以前才会有。其实，在我们做餐饮来讲啊，像这种苍蝇馆子，环境的话就是很普通、非常普通的环境。但是呢，一旦他做出2个菜，材料新鲜，口味呢厚道一点，性价比什么的，稍微有一些性价比，它就会被大家会被喜欢，因为它主打了一个反差，它到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，都能够有几道菜非常惊艳。那这个地方就会让他一下子就有记忆点，反而像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非常高端的地方，你做出好吃的东西是理所应当的。再一个，像大城市的这些饭店酒店，它还贵，是不是？像这种地方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，你偶尔出2个菜出来，还非常的惊艳，那一下子的话，老百姓就会喜欢这种氛围吧，是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，吃饭，叫老板打饭来。现在我们饭也吃完了，现在去买单。好多钱？外面那种厨房很小啊。139。139。现在我们饭已经吃完了，他这个厨房我看了一下，可能也就6、7个平方吧，很小。然后桌子呢，大概就10张桌子左右。再一个就是他这里点菜是比较奇特的，得头一天打电话来预定，或者上午订下午的。他不接受你现场来的，根本就没有饭吃。再一个，我看他人比较少，菜都是你订好了，他给你提前就备好，这样子呢，你来一坐下来上菜的话，几下就上来了。然后他就是留你的电话号码尾数，你来了这报号码就可以。这个策略其实也挺不错的，就是避免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现来现点啊，他要备很多菜摆在那里，他的食材就没办法新鲜。那这样子，你比如说明天有10多客人点了腰花。有多少桌点了什么，他今天就把采购计划全部做好，这样子又避免了浪费，又做到了成本管控，
我们餐饮里面有一个话说的叫做菜单你做的越厚，你的利润就越薄。他这样子做的话，就可以避免所有东西都不浪费。你点了我再给你下单再做，他冰箱里面没有什么存货，可以保证食材新鲜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口味呢就是偏家常，消费的话我们加上纸巾、米饭、餐位，加上这3个菜，总共是139，我们2个人是68块5，对吧？这个人均消费呢偏高一点点，还算正常。你要来他家吃饭，如果你正好是来自贡旅游、看恐龙博物馆、看灯会，那你正好在附近，可以打个这过来，尝一下。毕竟这里下了高速过来就几分钟时间就到了。看起来这是农村啊，这是离高速比较近的农村，所以我推荐你正好在附近旅游或者是怎么样子，可以过来尝一下这里的味道。记住了，提前打电话预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